人、明星、成功的企业家、富人，我们大部分普通人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，没有人 care 你生不生气。哦，合约签不下来，然后这事情就这样算了，就损失100多万吧，不需要花代价得来的东西啊，没有人会心疼，你就会变成那个可以被牺牲的人。嗨，我是安娜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之前呢，有观众给我留言说，安娜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对20几岁女生的建议？我呢，因为职业的关系，整一个20岁的阶段到现在，接触了很多大家眼里的艺人、明星、成功的企业家、富人，这样的经历呢，真的给出身很普通又自己闯事业的我一段非常特别的养分。我很感谢观众给我提出一个这样的要求，一来呢，似乎是对我目前状态的一个肯定，不论是财富的累积也好，还是身心的保养也好，好像看起来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。二来呢，这个要求让我回想起自己也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的无助还有彷徨，确实有一些事情，如果早知道，真的会少走很多的弯路。所以呢，我也计划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验，我看到的人事物里面总结出来的小心得。这个系列我想不仅仅是针对20几岁的女生，不论是几岁的年纪，不论是男生女生，这个系列看下去做好笔记，都会对你的人生有一点点的小启发。那今天呢，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人人都会对你好的社交秘籍。社交这个课题呢，不仅仅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，有很多人已经出社会非常久了，想到社交还是会觉得很迷茫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利他精神？非常多的社交书籍上都有提到过，利他是社交非常重要的基础。大家眼里的成功人士，像比尔盖茨、沃伦巴菲特，都有提到过利他精神。很多人提起利他的时候啊，觉得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具象的大事，觉得我没有什么钱，没有什么权，没有什么事，我要怎么样利他呢？其实利他精神呢，可以体现在各种关系、各个维度里面。说句扎心的话，我们大部分普通人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，但就是因为我们普通人太多了，所以不论我们会提供情绪价值，还是我们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，还是我们的执行力非常的可靠，这些都可以成为利他的选项。甚至很多时候，利他出现的场景比我们想象的更质朴、更简单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，在我的社交过程中发现啊，越是社会认可度高的人群，在谈话中、谈吐中就越利他。我发现这样的人群啊，在一段对话中非常少的会去强调自己的过往、自己的成就，而是不论别人说什么话题，他都可以接得住。大到世界的经济发展，小到一棵树怎么种，俗称会聊天。他们不但拥有海量的认知、知识储备、过人的好奇心，还有倾听的耐心。在这样的一段对话里，聊对方感兴趣的事情，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再提供自己的建议，堪称把利他刻进了自己的血液里面。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一句话：智者惜口如金，愚者指点江山。我觉得非常好的描绘了一个社交场合中的百态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在看成功学书籍的时候，关于成功这个过程的描绘都非常的轻描淡写，大部分都是经历了努力，然后突然间就成功了。从0到1的过程都写得很简略。在我刚刚说的这个案例里面，很容易让人忽视的一点，也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在看成功学的书籍、传记的时候会忽略的一点，就是这些成功人士的成功，它是客观的，也就是不论你认不认为他成功，觉不觉得他有钱，他确实是一个成功的有钱人。那这样的人群在基础的社交场合下是有先天的优势的，因为普通人就会不自觉地向他们靠拢。但是大部分的普通人，如果你只学会了利他，就很容易变成大家口中的好好先生。大家觉得你什么都 OK， 你人很好，可是呢，当有利益要分配的时候，你就会变成那个可以被牺牲的人。在生活中呢，大量的利他行为确实可以帮你累积一定的好人缘，你会因为人很好而受欢迎。但是如果你想成为那个大家重视的人，就一定要进阶到 next level， 学会制定规矩。这个规矩呢，是我们自己帮自己设定的界限，在社交的过程中告诉对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不但可以保护自己，也可以让对方觉得我们是珍贵的，帮助我们成为那个受欢迎又值得尊重的人。我觉得人类是一个无法完全自由的物种，我们天生等待着被驯服，不需要花代价得来的东西啊，没有人会心疼会珍惜。在人际关系中也是一样，一个人毫无底线的结果，就是被人不断的踩踏底线。而当我们表达了我们的要求、规矩、底线，和我们交流的人群呢，就会尝试着用适合我们的方式继续交流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说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别人凭什么要来听我立的规矩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有2个小答案。首先，第一个，别人听不听我的规矩确实是别人的事情，但是我立不立规矩那是我的事情。第二，我的能力值得别人尊重我的规矩。之前和大家分享过，社交的本质是利益的交换。如果我的价值连对方尊重我的规矩都不值得的话，那我们之间的
的社交本身就是不对等的，也就是我之前和大家聊过的无效社交。在我本身就可以提供我的价值，可以利他的情况下，我有一定的规矩，对方通常会觉得我是一个做事情有逻辑的人，我是一个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人，而且我可以信守我的承诺，把我说过的事情做完做好。那这样的我，信任和尊重是我应得的啊。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小经历好了，我和陈老师在创业的初期啊，为了争取更多的项目，常常保持着10分的忍让，甚至有几次遇到合作方会跟我们讲说啊，合约还来不及签，你们可不可以先开始做这一类的话？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就真的求好心切，真的非常想要争取这些项目，所以确实有答应过几次这样子的要求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我曾经退让过的合作方，在下一次的合作中，他们会把我曾经的退让当做你本来就可以这样的理由，继而在下一次、下一次都一样用这样的方式要求我们，导致有一次我们甚至已经把一部偶像剧的几乎1半以上的音乐都已经做完了，然后对方就说合约签不下来，然后这事情就这样算了。我们那次损失真的就非常惨重。你还记得损失多少吗？300多万吧，生气是肯定生气啊，但是人出了社会就没有人 care 你生不生气，所以呢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那一次的经验总结好，然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。我们后来确实也没有再犯过这样的错误，包含我现在在做这个频道，再小的合作我都一定会要求签合约。如果在合作的过程中，我有一些部分我不是很理解的，我一定也会追根究底的问清楚。如果有什么要求是不接受的，也一定会说不。比如有的合作还没有签订合约，就想要 booking 合作的档期，或者有的合作方他的合约流程会比较长，合约还没有签订的状况下，就想要请我先提供脚本。那这样的状况下，我都会拒绝，因为这就是我的规矩。其实这一点，我真的非常想要和正在创业初期和职场初期的观众们分享。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常常被教育吃亏是福，但现实就是吃亏就是吃亏。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讲啊，你就问他这个福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千万不要害怕自己是小虾米就不敢制定规矩，不要让渡自己的权益去交换所谓的未来。很多观众听到这里，是不是已经想到自己在自己的小团体职场里遇到的那一些扎心事，拳头都捏起来了？这件事情想起来真的很扎心，但是扎心才能帮我们绕开这个扎我们心的坑。那要怎么做呢？我当然也是有整理一些我的小锦囊。首先呢，在我们制定规矩之前，要先理清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。我们需要有非常多的体验，非常多的案例，所以呢，这里学会 review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经历一个事情之后，我们拿这个经历来分析，在这件事情里面，我做对了什么，做错了什么，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就好了，有什么事情做了就好了。把这些通盘整理好之后呢，你应该就会大概知道自己的规矩是什么。这里呢，就要提醒大家不要很心急，一次就想要把规矩立好立满，每次立一点点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的规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随着我们的成长，随着我们阅历的叠加，我们的想法会有一些新的改变。那当有这样的新的改变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规矩可能就会有一些微调。那当这样的新的规矩出现的时候呢，就要记得用合适的方式提前告知这些规矩的适用对象，让他们有时间来适应消化你的新规矩。但当我们的规矩已经确定下来之后，就记得要坚定的实施它，不要因为一时心软或者忘了或者别的什么理由没有完全的实施它，或者有的时候实施，有的时候没有实施。这是一件非常需要警惕的事情，因为这样子是对尊重我们规矩的人的不尊重。但如果这个规矩和一些商业行为挂钩，每一次在提出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，那就记得在制定这个规矩的时候呢，就要留出一些调整的空间，来确保我们的底线没有被踩到。不过这个涉及到职场还有生意的一些谈判技巧，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有一点点的出入。大家如果想看的话，给我留言敲完，下一次再来和大家分享。很多人会担心啊，坚持规矩会伤害感情，尤其对方是自己的朋友的情况下。但事实上，一个长线条的规矩会帮助我们真正的朋友用更好、更健康的方式来和我们相处。有一套稳定的规矩，并且执行它，会帮助我们在职场还有生活中减少内耗，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。因为一段好的社交关系中的规矩是双向的，你不喜欢别人做什么，你自己也不要去做别人不喜欢的事情，千万不能双标。在别人尊重我们规矩的同时，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规矩。很多人害怕自己很强硬的表达自己的规矩的时候，会看起来很不好相处。那我自己呢，是会喜欢用以柔克刚的方式来做这一件事情。通常在我们第一次表达自己的规矩的时候啊，这样的状态
态应该是一段新的关系建立的时候，大家彼此可能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可能刚入职一个公司，或者你可能去到一个新的学校、新的团体，那大家在聊天的时候，在一个比较轻松氛围的环境下，你可以听一听有没有人刚好聊到和你的规矩有关系的事情，这时候你就可以把话题接过来，可以说，我也不太喜欢这样，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喜欢的事情可以提前告诉我，之后我也好注意。或者下班之后，如果你并不是很想要回复工作相关的讯息，你就可以说，下班之后我通常是在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，工作的讯息我可能会看不到，有急事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。大家品一品这一句话，真的非常有艺术。首先说我可能看不到工作的讯息，是表达一个我的规矩、我的立场。然后呢，说急事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，给对方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。但前提是你自己承诺在上班时间要做完的事情，就真的要做完哦。因为前面有提到过嘛，我们要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规矩，别人才会来尊重我们的规矩。当我们已经明确表达我们的规矩的情况下，依然有人来触碰我们的底线，或者有人因为不知情不小心触碰了我们的底线，又或者是有人想要用更强硬的规矩来压制我们的规矩，试图告诉我们他的规矩才是规矩的时候，记得要说不。这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规矩，也是保护尊重我们规矩的人的最好的办法。很多人在说不的时候啊，会觉得难以启齿，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好解释，又或者找不到理由。但事实上是，你并不需要每一次都为你自己说不提供非常详细的解释，只需要礼貌的去拒绝不合适的请求，表达我们自己的立场就可以了。比如你的同事说，可以帮我写一下这个文案吗？如果你并不需要这个所谓的机会，并且认为这并不是你的工作，你就可以跟他讲说，谢谢你找我，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。又或者说，这有点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，爱莫能助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尴尬，不好意思开口，是由于我们过度的共情，觉得别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。我在26岁的时候，经历了一个好朋友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。在他的送别式上，我看到大家的痛哭，隔天大家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而原本需要他的工作机会也迅速的被其他人取代。我们害怕的、担心的，在这个地球上，在别人眼里，事实上真的就是转瞬即逝而已。所以我真的享受这段人生，我真的过得很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现在呢，马上就要37岁了，在经历了职场、育儿、家庭的洗礼之后，如果要我给一些社交的建议，刚刚这些话或许是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话。一个人如果只会利他，就很容易变成别人眼里的便利贴女孩；但如果你只会立规矩的话，又会变成精致利己主义，很容易没有朋友。可是如果把利他还有规矩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，这一套组合拳，我认为足够普通人在生活中如鱼得水，人人都觉得你好之外，人人都珍惜你的好，大家都真的对你好。而且呢，这2点的执行不仅仅会在职场上帮到大家很多忙，在处理自己的原生家庭、家庭关系、亲子关系的时候呢，也是非常好的方式，会让我们的相处更加的融洽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。不知道正在看影片的你有没有一点点的人生小启发，或者一些小体会？欢迎留言和我还有其他观众一起分享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点赞分享，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安娜，每周4我都会在这里聊，下周4我们再见啦，拜拜。